你们这边的房子都这么小吗？姑姑放下茶杯，眼神扫过客厅。我在台北的房子可是150平，全进口装修。父亲的手指轻敲桌面，发出细微的响声。我微笑着看向窗外，姑姑，改天去我家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姑姑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月的下午，阳光斜斜地照进客厅，在地板上投下几道细长的光影。姑姑坐在沙发上，双腿优雅地交叉着，手里的茶杯冒着袅袅热气。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真丝衬衫，领口处别着一枚珍珠胸针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散发着精心打理过的光泽。20年了，这里变化真大。姑姑环视着客厅，语调里带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打量。不过房子还是老样子，70平方的格局。当年我走的时候就是这样。父亲坐在他对面，脸上保持着温和的笑容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台北那边事情多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姑姑从手包里掏出一部最新款的手机，屏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现在稍微安定一些，房子也买好了，想着回来看看。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水果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。听说你在那边发展得很好，还可以吧？姑姑的嘴角扬起一个满意的弧度。房子是去年买的，150平，在信义区，那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，光装修就花了200万台币。他说着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，找出几张照片。你们看，这是客厅，全套意大利家具，这个沙发纯手工制作的，一套就要30万台币。照片在手机屏幕上依次展现，宽敞明亮的客厅确实有着精致的装修，水晶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下，巨大的落地窗外可以看到远山和城市景色。姑姑的手指停在一张厨房的照片上，这个厨房全套德国电器，光这个烤箱就要10几万台币。她抬起头看看母亲，比你们这整个厨房都贵。母亲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自然。真好，你们那边生活水平高。那当然。姑姑收起手机，台北的物价是贵一些，但是品质不一样。就说这个沙发吧，真皮的，意大利进口，躺上去特别舒服，不像这些。她的目光扫过我家客厅里的家具，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。我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偶尔抬头看看姑姑，大部分时间保持着安静的微笑。对了，姑姑忽然转向我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在一家公司上班，我和尚书，做一些策划方面的工作。工资怎么样？在这边买房子压力大吧？姑姑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关切，但更多的是优越感。台北的房价虽然高，但是我们收入也高。我现在1个月的收入相当于这边好几个月的。父亲轻咳了一声，每个地方情况不同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生活品质差距是明显的。姑姑重新端起茶杯，就说这个茶，台湾的乌龙茶，1斤就要几千块人民币，我带了一点过来，你们尝尝。他从旅行箱里拿出一个精美的茶叶罐，动作优雅地撬开盖子，茶叶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。确实比我们平时喝的茶香浓郁许多。这是阿里山高山茶，朋友送的，在台湾都算顶级的。姑姑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地倒出一些茶叶。你们平时喝的那些，跟这个没法比。母亲接过茶叶罐，闻了闻，点头称赞，确实很香。那是当然，
台湾的茶文化比这边保存得好，制作工艺也精细。姑姑重新泡了一壶茶，我在台北的朋友圈子里，大家对茶叶都很讲究，动不动就是几万台币1斤的茶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我们，当然，这些你们可能觉得奢侈，但在我们那边很正常，生活水平不一样嘛。我放下书，站起身来，姑姑，改天有空的话，去我家看看吧。姑姑愣了一下，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中。你家？是啊，就在市区，离这里不远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我爸妈也可以一起去。姑姑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随即露出笑容。好啊，当然好，不过你一个人住？一个人？那房子不会太大吧？姑姑重新端起茶杯，年轻人刚工作，能有个小户型就不错了。我刚到台湾的时候，也是住得很小的地方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重新坐下，拿起书，不急，什么时候方便都行。姑姑看看父母，又看看我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。她显然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姑姑依然住在父母家，每天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台湾的生活展开，从房子到工作，从收入到消费，她总能找到角度来展示自己生活的优越性。第二天早晨，姑姑陪母亲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后，她坐在客厅里，一边整理买来的蔬菜，一边感慨，这边的菜价倒是便宜，但是品质。她拿起一根胡萝卜，仔细端详。台湾的有机蔬菜价格是贵一些，但是没有农药，吃得放心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有机的当然好，就是太贵了。贵是贵，但是健康最重要。姑姑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我现在都在有机超市买菜，一个月光蔬菜就要花几千台币。不过没办法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我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准备去上班。姑姑看见我，立刻停下手里的动作。你每天这么早出门？是啊，8点半要到公司。我穿上外套，晚上可能会晚一些回来。工作压力大吧？姑姑站起身，在台湾，我现在基本不用加班了，公司管理比较人性化，而且收入也……她停了一下，似乎觉得说得太直白了。总之，生活节奏没这么紧张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开车到郊外去。台湾的风景真的很美，不像这边到处都是雾霾。我点点头，那挺好的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见。等等，姑姑叫住我，你们公司有车位吗？车位就是停车的地方。我在台湾的公司，每个员工都有固定车位，这是基本福利。姑姑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。你们这边公司条件怎么样？我坐地铁上班，我拿起包，地铁很方便。姑姑的表情明显愣了一下。坐地铁？你没有车？暂时没有。哦，姑姑的声音拖得很长。也是，在这边买车还要摇号什么的，很麻烦。我在台湾去年刚换了一辆新车 ，BMW 的，开起来特别舒服。我微笑着点头，推门出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回到父母家，发现姑姑正在客厅里翻看一本旅游杂志。这是什么？我走过去看看，台湾旅游杂志，我带过来的。姑姑把杂志递给我，你们有空可以去台湾玩玩，我可以当导游。杂志上印着精美的风景照片，确实很漂亮。我翻了几页，停在一张民宿的照片上。这个地方不错，日月潭附近，我去过几次。姑姑凑过来，这种民宿一晚要1万多台币，但是风景绝佳，服务也好。我前年和朋友去住过，简直像仙境一样。他指着照片上的建筑，你看这个设计很有特色吧？台湾的民宿产业发展的特别好。
不像这边的酒店千篇一律的。听起来不错，我继续翻页，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，一定要去。不过要有心理准备，消费水平比这边高多了。姑姑重新坐回沙发。我上次带朋友去吃饭，随便找了家餐厅，一顿饭就花了5000台币。母亲从厨房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盘水果，5000台币，那得1000多人民币吧，差不多。姑姑拿起一块苹果，但是值得，食材新鲜，摆盘精美，服务态度也特别好，不像这边的餐厅，价格便宜是便宜，但是她咬了一口苹果，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。父亲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各有各的特色吧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确实有差距。姑姑擦了擦手，就说我住的那个小区物业管理特别好，24小时保安，还有专门的清洁人员。每天回家看到干净整洁的环境，心情都不一样。我坐在一旁，静静地听着。姑姑的话语中总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一种优越感，仿佛台湾的一切都比大陆更好、更精致、更值得炫耀。对了，姑姑忽然想起什么，你刚才说的你家在哪个小区？就在市中心，离这里不远。我的回答依然很简单，市中心房价应该不便宜吧？姑姑的眼中闪过一丝好奇。你一个人住，租的还是买的？买的。哦，姑姑明显有些意外，那得不少钱吧？还好。我站起身，改天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姑姑看看我，又看看父母，脸上的表情更加复杂了。她显然想问更多，但又不好太直接。第3天是周末，姑姑提议要去市区逛逛，我们一起去了最大的购物中心。姑姑对里面的品牌店很感兴趣，这个牌子在台湾也有，不过价格比这边贵一些。她停在一家服装店门口，台湾的奢侈品税比较高。我们走进店里，姑姑熟练地挑选着衣服，动作很专业，显然对这些品牌很了解。这件不错，她举起一件连衣裙，但是做工比台湾的差一点。同样的牌子，不同地区的品质还是有差别的。销售员走过来，热情地介绍。姑姑听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我在台湾买过这个牌子的衣服，质量确实不错，不过你们这边的价格倒是便宜一些。他转向我，你平时在哪里买衣服？就随便买买。我指指身上的衣服，这件就是在楼下小店买的。姑姑看看我的衣服，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。年轻人嘛，不太注重这些也正常，等以后收入高了，就会讲究一些。逛完商场，我们去了一家茶餐厅吃饭。姑姑点了几个菜，尝了一口后，开始评价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是和台湾的茶餐厅比起来，还是差了一些。她放下筷子，台湾的港式茶餐厅很多师傅都是从香港请来的，手艺特别正宗。这边也有正宗的。父亲夹了一筷子青菜，主要是价格实惠，价格确实便宜。姑姑点头，这一桌菜在台湾至少要几百台币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便宜的代价就是品质的降低？他指指桌上的汤，这个汤味精放得太多了。台湾那边的餐厅很少用味精，都是用高汤调味的。我默默地吃着饭，偶尔点头回应姑姑的话。她的每一句评价都带着比较，每一次比较都突出台湾的优越性，仿佛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。饭后，我们走在大街上，姑姑看着周围的建筑和景色，不时发表感慨。这边发展确实快，高楼大厦越来越多。他停下脚步，指向远处的一座摩天大楼。不过和台北的101大厦比起来，还是差了一些气势，各有特色。我看看那座大楼，
台北的101确实很有名，那是当然，设计理念就不一样。姑姑的语气里带着自豪，而且台湾的城市规划比较合理，不像这边到处都在施工，灰尘特别大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一个小公园，公园里有很多人在锻炼，有的在打太极，有的在跳广场舞，还有孩子们在玩耍，这倒是不错。姑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不过台湾的公园设施更完善一些，而且环境更干净。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孩子们的笑声，老人们悠闲的身影，还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，构成了一幅很生活化的画面。你经常来这里吗？姑姑坐在我旁边，偶尔会过来坐坐。我指了指前面，那边有个小湖，风景挺好的。哦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走到湖边，确实风景不错，湖水清澈，岸边种着柳树，微风吹过，柳枝轻摆，几只白鹭在湖边悠闲地觅食。这里还不错，姑姑难得地给出了正面评价，有点像台湾的日月潭，当然规模小很多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对了，姑姑忽然想起什么，你刚才说要请我去你家看看，什么时候方便？明天下午怎么样？我看看他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。姑姑点点头，好，明天下午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好奇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即将揭晓谜底的期待。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在脑海中构想着我家的样子，很可能是一个小户型的公寓，装修简单，家具普通。那就明天下午。我站起身，我们回去吧。第二天下午，阳光正好，我开车来接姑姑和父母。车是一辆普通的轿车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姑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四处张望着。你们这边路况怎么样？她问道。台湾的高速公路很发达，开车很方便，还行，就是有时候会堵车。我专心开车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车子驶进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区，建筑都是常见的住宅楼，外观朴素，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。姑姑透过车窗看着周围的环境，脸上露出一种微妙的表情。就是这里，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确认，似乎这样的环境正符合她的预期。是的，就是这里。我把车停在楼下，我们上楼吧。我们走进电梯，姑姑注意到电梯很老旧，按钮都有些磨损了。她什么都没说，但我能感觉到她脸上那种果然如此的表情。几楼？父亲问道。12楼。我按下按钮，电梯缓缓上升，中途停了几次，有其他住户进进出出。姑姑礼貌地点头打招呼，但眼神中有种距离感。到了12楼，我们走出电梯，走廊很普通，灯光昏暗，地板有些老旧。姑姑跟在我后面，不时看看两边的房门。这边，我停在一扇门前，掏出钥匙，门是很普通的防盗门，没有什么特殊的装饰。姑姑站在我身后，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放松了，仿佛即将看到的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。我打开门，走了进去。请进。我让开身子，让他们先进去。姑姑第一个走进去，然后突然停住了脚步。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期。这不是一套普通的公寓，而是一个复式结构的房子。进门是一个宽敞的玄关，地面铺着大理石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。往里走是客厅，层高很高，至少有5米。一面巨大的落地窗让整个空间显得明亮而开阔。客厅的装修风格很雅致，没有姑姑家那种华丽炫目的感觉，但每一件家具都显示出不俗的品味。沙发是深色的真皮制品，简洁而优雅。
茶几是实木的，纹理清晰，显然是好木材。墙上的字画看起来年代久远，装裱精美。最让姑姑吃惊的是，这个客厅的面积明显超过了她在台湾的房子。如果只是客厅，就已经有40-50平方米了。这是你家？姑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是啊，我很自然地换了拖鞋。你们也换鞋吧？拖鞋在这里。姑姑机械地换着拖鞋，眼睛却不停地四处打量。她注意到客厅的一角有一架钢琴，是3角钢琴，黑色的漆面反射着窗外的阳光。钢琴上放着几本乐谱，显然经常有人使用。你还会弹琴？她问道。会一点。我走到钢琴前，随手弹了几个音符。从小学的。钢琴的音色很纯正，显然是一架不错的琴。姑姑走过来，仔细看了看品牌，是一个她认识的德国名牌。这架琴，她的声音更加不确定了。家里原来就有的。我关上琴盖，你们随便坐，我去倒茶。我走向厨房的时候，姑姑继续在客厅里转悠。她发现客厅的另一侧有一个楼梯，螺旋式的设计，扶手是铁艺的，很有艺术感。楼梯通向2楼，她能看到上面还有空间。上面是什么？她问正在厨房忙碌的我。卧室和书房。我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一会儿带你们上去看看。姑姑走到落地窗前，往外看去。窗外的景色让她再次吃惊。这里虽然是12楼，但因为地势较高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公园，视野非常开阔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发现窗外还有一个露台，外面还有露台。她几乎是自言自语。对，面积不大。我种了一些花。我端着茶盘走出来。你们先喝茶，一会儿再到处看看。茶具是一套精美的青花瓷，茶叶的香气一下子弥漫开来。姑姑接过茶杯，发现茶叶竟然比她带来的台湾茶还要香浓。这是什么茶？她问道。大红袍，朋友送的。我坐下来，味道还可以吧？姑姑品了一口。不得不承认，这茶的品质确实很好，比他引以为傲的台湾茶毫不逊色。父母也在四处打量着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他们显然也没想到我的家会是这样的。这房子多大？姑姑终于忍不住问道。算上露台的话，大概300平左右。我轻描淡写地说道。复式结构，上下2层。300平。姑蒸手里的茶杯差点掉下来。他引以为傲的150平豪宅，在这里瞬间显得渺小了。300平。他的声音有些发抖。面积是大一些，不过房子比较老了，是我祖父留下的。我继续喝茶，后来重新装修了一下。姑姑放下茶杯，站起身来，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这个房子。他走到书架前，发现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，有中文的，也有英文的，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古老的线装书。书架本身也是实木制作的，雕工精细。他又走到墙边，仔细看那些字画。虽然他不是专家，但也能看出这些字画的不凡。有几幅山水画，笔法老道，意境深远，看起来像是名家作品。这些画，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字画，家里老人留下的。我走过来，具体价值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觉得挂着好看。姑姑心里明白，这些字画如果真是老物件，价值绝对不菲。他在台湾的朋友中有收藏家，知道这类东西的市场行情。我们上楼看看吧，我提议道。我们沿着螺旋楼梯走上2楼。2楼的空间同样宽敞，有2个卧室和1个书房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。主卧室的面积就有40-50平方米，有独立的衣帽间和卫生间。书房里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，
墙上挂着一面古色古香的屏风。这个书房，姑姑走进去，发现桌上放着一些文件和书籍，还有一台高端的笔记本电脑，平时在家工作会用到。我解释道。她注意到书房的一角还有一套茶具，不是普通的茶具，而是整套的紫砂壶和茶杯，看起来年代久远，应该也是很有价值的古董。最让姑姑震惊的是，在书房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把古琴，不是装饰品，而是真正可以演奏的古琴，琴弦保养得很好，显然经常有人使用。你还会弹古琴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。会一点。我走过去，轻抚琴弦，发出几个清脆的音符。这把琴也是家里传下来的。我们继续参观。姑姑发现这个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惊喜。卫生间里有按摩浴缸，卧室里有步入式衣柜，甚至连楼梯下面的空间都被巧妙地利用起来，做成了一个小小的酒窖，里面摆着各种红酒。你还收藏红酒？姑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不算收藏，就是平时喝一点。我打开酒窖的门，有些是朋友送的，有些是自己买的。姑姑看了看那些红酒的标签，很多都是她认识的名牌，价格不菲。我们回到1楼，我带他们去看露台，推开落地窗，外面是一个不小的露台，大概有30-40平方米。露台上种着各种花草，有月季，有茉莉，还有一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角落里有一套户外家具，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。这个露台，姑姑站在露台上，看着远处的景色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平时有时间会在这里坐坐。我给花草浇了一点水，特别是晚上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夜景。从露台上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小区的花园，绿树成荫，环境很幽静。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，高楼大厦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姑姑靠在露台的栏杆上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恍惚。她刚才还在炫耀自己在台湾的150平豪宅，现在却发现自己面前的这个房子，无论是面积、装修还是品味，都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。这房子，她终于开口，但话说到一半又停了。怎么了？我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很漂亮。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觉得空吗？还好，习惯了。我整理着花盆，而且有时候朋友会过来坐坐。我们重新回到客厅，姑姑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显得很沉默。刚才那种滔滔不绝的炫耀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。父母也坐在一旁，脸上的表情很微妙，他们显然也被这个房子震撼到了，同时也为刚才姑姑的那些炫耀感到尴尬。姑姑，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？我重新给大家倒茶。姑姑抬起头看看我，眼中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很好。她的声音很小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种底气。其实这房子还有个秘密，我突然说道。什么秘密？姑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我正要开口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我看了看来电显示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我走到一边。喂？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。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声音提高了。我马上过去。我挂掉电话，转身对大家说：不好，出事了，我们得马上走。出什么事了？父亲紧张地问道。我先送你们回去，路上再说。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。快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姑姑也站了起来，脸上满是困惑和紧张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等会儿告诉你们，现在先走。我催促着大家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我们匆忙离开了房子，姑姑连房子的秘密都来不及询问，
就被我催着下了楼。在电梯里，他看着我焦急的表情，心里充满了疑问，但又不敢多问。刚才还在震撼于这个房子的奢华，现在却要因为某种紧急情况匆忙离开，这种反差让他感到无所适从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才提到的房子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突发状况？这一切的疑问让姑姑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。车上的气氛很紧张，我专心开车，脸色依然严峻。父母坐在后排，不时交换着担忧的眼神。姑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几次想要开口询问，但看到我紧张的表情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父亲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我看了看后视镜，是工作上的事，一个重要的项目出了问题。很严重吗？母亲担心地问。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情况，但听起来很紧急。我转了个弯，我可能要连夜处理，今天就不回去吃饭了。姑姑听着我们的对话，心里的疑问更多了。她想起刚才在房子里看到的一切，又想起我提到的那个神秘的秘密，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很快回到了父母家，我把车停在楼下，回头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先上去，我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再联系你们，你自己小心点。”母亲嘱咐道。“没事的。”我看看姑姑，姑姑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参观有些匆忙。姑姑点点头，没关系，你先忙工作。目送他们上楼后，我开车离开了。在父母家里，姑姑坐在客厅里，整个人显得心不在焉。刚才在我家看到的一切，像电影一样在她脑海中反复播放。那个宽敞的复式房子，精美的装修，珍贵的字画古琴，还有那个美丽的露台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冲击着她的认知。我去做饭。母亲走向厨房。我来帮你。姑姑站起身，跟着走进厨房。在厨房里，两个女人默默地忙碌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姑姑突然开口：“嫂子，她的房子真的很漂亮。”母亲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去，没想到会那么大，300平，比我在台湾的房子大1倍。”姑姑的声音很轻，装修也很有品味。她从小就喜欢这些文雅的东西。母亲洗着菜：“钢琴啊，古琴啊，小时候我们送她学过，那些字画看起来很有价值。”姑姑试探着说道：“可能吧，我们也不太懂。”母亲停下手里的动作。她爷爷以前是个文化人，留下了不少东西。姑姑心里更加复杂了。她想起自己这几天来的炫耀，想起自己对大陆生活的轻视，想起自己脸上那种优越的表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感觉特别尴尬。晚饭时，父亲也谈起了我的房子。那房子确实不错，地段也好。他夹了一口菜：“就是太大了，一个人住有些浪费。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。”母亲说道。“而且那房子有纪念意义，是老人留下的。”姑姑吃着饭，心里却在想着我提到的那个秘密。什么样的秘密？是关于房子的历史吗？还是关于那些古董字画的来历？或者是其他什么？她说房子还有个秘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她终于忍不住说出来：“秘密。”父亲想了想，可能是指房子的历史吧。那房子确实有些年头了，或者是那些老物件的来历。母亲补充道：“他爷爷当年收藏了不少东西，但姑姑总觉得不仅仅是这些。”我当时的表情很神秘，仿佛那个秘密很重要，很特别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给父亲打了电话：“昨天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”父亲问道。“还好，虚惊一场。”我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了不少。项目没有大问题，只是有些细节需要调整。那就好，
你姑姑还在问昨天你说的那个秘密是什么？我在电话里笑了笑。哦，那个啊，其实也不算什么大秘密，就是房子还有一层地下室。我昨天忘了带你们看，地下室面积也不小，我改造成了娱乐室，有台球桌，还有一套音响设备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本来想带你们看看的，结果出了那档子事。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，姑姑听了，心情更加复杂。一个300平的复式房子，还有地下室，这意味着总面积可能接近400平。他在台湾引以为傲的150平豪宅，现在看来真的不算什么了。改天我再带你们去看看吧。我在电话里说道，地下室还挺有意思的，有时候朋友来了会在那里聚会。下午，姑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翻看着她带来的台湾旅游杂志，但她发现那些曾经让她骄傲的照片，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她想起自己昨天在我家看到的景象，那种低调的奢华，那种文化的底蕴，完全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她拿出手机，翻看着自己台湾房子的照片，虽然装修精美，家具昂贵，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房子虽然没有那么华丽，但有一种深厚的文化气息，每一件摆设都有故事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品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意识到自己这几天来的行为多么幼稚。他一直在炫耀自己的生活，贬低这边的条件，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尴尬。嫂子，他叫住正在打扫的母亲，我是不是这几天说话有些……没事。母亲温和地笑了笑，大家都能理解，你在台湾生活不容易，有了成就，当然想跟家人分享。可是我……姑姑想要解释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都是一家人，别想太多。母亲拍拍她的肩膀，你能回来，我们就很高兴了。傍晚时分，我来接姑姑他们一起吃饭。这次我们去了一家很雅致的餐厅，环境优美，菜品精致。这家店不错。姑姑看着周围的环境，装修很有品味。我经常来这里，我点了几个菜，这里的厨师手艺很好。菜上来后，姑姑品尝了一下，发现味道确实很好，比她昨天批评的那家茶餐厅水平高出不少，甚至不输台湾的一些高档餐厅。这道菜很特别，她指着一道清蒸鱼，做法很精细，这里的招牌菜。我夹了一筷子，厨师是从粤菜大师那里学的手艺。整个用餐过程中，姑姑都很安静，不再像前几天那样不停地比较和评价。他开始认真地品尝每一道菜，认真地观察这家餐厅的每一个细节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你在台湾待了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想过回来发展？姑姑愣了一下，回来发展？现在两岸交流很频繁，很多机会。我喝了一口茶，而且这边发展速度很快，特别是文化产业。我没考虑过。姑姑有些犹豫，在台湾已经习惯了。也是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处。我点点头，不过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多回来看看。饭后，我们在餐厅附近的街道上散步，这是市中心的一条文化街，两边有很多画廊、书店和咖啡馆，环境很优雅。这条街不错，姑姑看着两边的店铺，很有文艺气息。我平时有空会来这里逛逛。我停在一家书店门口，这家书店的收藏很丰富。我们走进书店，里面的环境很雅致，书籍分类很细致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角落。姑姑在书架间转悠，发现这里的书籍质量很高，很多都是精装版或者限量版。这里的书真不少。她拿起一本艺术类的书籍，台湾也有这样的书店，但没这么大。
大陆的文化市场这几年发展很快。我在一旁翻看着一本古籍，很多好的出版物都能找到。姑姑继续在书店里逛着，心里的想法越来越复杂。她发现自己对大陆的了解还停留在很多年前，而现在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。从书店出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一家画廊，里面正在举办一个画展，进去看看。我提议道，画展展出的是几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，水平很高。姑姑仔细观看着每一幅画，发现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完全不输台湾的同类展览。这些画家都是本地的？她问道。有本地的，也有外地的。我指着一幅山水画，这位画家是从北京来的，在这边设了工作室。现在艺术家的流动性很大，画廊的工作人员走过来，很多台湾的艺术家也在这边发展。姑姑点点头，心里更加感慨。她在台湾的朋友圈子里也有一些艺术家，但像这样规模的画展和这样的艺术水准确实不多见。回到父母家后，姑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几天的经历，特别是昨天参观我家的震撼，让她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认识。她想起自己刚回来时的那种优越感，想起自己对大陆生活的轻视，现在觉得多么幼稚和可笑。她在台湾确实生活得不错，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就不如台湾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每个地方都有优秀的人和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意识到自己的炫耀有多么不合适。真正有底蕴的人从来不需要炫耀，就像我拥有那样一个令人震撼的房子，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但从来不主动提起，更不会用来贬低别人。他拿出手机，删掉了那些台湾房子的照片，不是因为不再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骄傲，而是因为他明白了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炫耀，而在于内心的充实和对他人的尊重。第二天一早，姑姑主动提出要早点结束这次回乡之旅。这么急？母亲有些不舍。不是说要住半个月吗？台湾那边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姑姑收拾着行李，下次有机会再回来住久一点。其实她是觉得自己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几天的经历，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态度。临走前，我来送她。姑姑，这次回来怎么样？我问道。很好，姑姑真诚地说道，让我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。下次回来，我带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我把她的行李放进车里，这边变化很快，每次回来都会有新的发现。我会的，姑姑点点头。你的房子真的很漂亮，那个地下室，下次一定要看看。当然，随时欢迎，我笑着说道。在机场，姑姑回头看看这座城市的天际线，心情很复杂。这次回乡之旅让她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学会了谦逊和尊重。坐在飞机上，姑姑翻开一本书，那是我送给她的，一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。她想，回到台湾后，要好好读一读，也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。飞机起飞了，姑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的城市，心里默默地说，我会再回来的，带着一颗更加开放和谦逊的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